好，接下來來關心到的是川普這一回直接點名了，我要接管格陵蘭。難道北極戰爭進入倒數了嗎？美中俄會不會在此擦槍走火？趕快來關心到今天的3個火線話題，會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川普此刻又在高喊呢，他要接管格陵蘭，北極是否進入戰爭前的準備呢？我們今天也會關心美中俄在這邊的角力。接下來看到的是來自於美國的媒體也特別做了一個報道。特別提到了中國威脅論，他說大陸的科研潛艇已經深入在北極的冰層裡面，中俄在北極的實際影響力是否已經開始壓過美國，讓美國如此的擔憂呢？這是第2個問題。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如果這邊提到美國真的對格陵蘭動武的話，北約會不會第一次因為美國而引爆自己聯盟之內的內戰呢？丹麥首相也在此刻最新出來警告，他說：“美國，如果你攻擊的話，北約就會玩完。”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帶觀眾朋友一起來做解讀。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川普之前有說他要接管格陵蘭，但這一次他又再次很嚴肅的提到，美國需要格陵蘭，並且就說呢，格陵蘭的位置真的是實在是太重要了。但是眼前看到的問題就是中俄船只啊，全面的覆蓋在這個地方了。那麼主權國丹麥啊，都已經看到這樣的狀況，還是無力因應。他甚至說呢，目前在北極的防務上面，丹麥你竟然只增加了一台狗拉雪橇而已，痛批說丹麥你到現在為止防禦的能量實在是太不足夠了，無法滿足我們美國的國安需求。因此呢，川普說他已經派人推動了，會把格陵蘭併入美國當中。我們看到《華爾街日報》持續幫助川普來加碼，他還擴大中國的威脅論。他說，大陸正在加速布局北極，對美國已經構成了重大的威脅。尤其在去年夏天，可以明顯看到大陸的科研潛艇首次的在北極這種很厚的冰層下面，達到數千英尺的深處，完成了載人的深潛。他說，這個是對美國來說一個軍事上跟商業上的一個威脅了。那麼我們也看到，除了川普本人自己說到這個中國威脅論，這一位我們先來看到這個地圖，川普的政策幕僚長兼國安顧問，他的妻子叫凱蒂，他也直接在社群上面發布了一個格陵蘭的地圖。大家關注到這格陵蘭怎麼怪怪的呢？因為上面竟然是美國的國旗，並且呢，他的妻子還發文配着上面標注說即將推出，就是 coming soon， 是美國要去佔領格陵蘭的意思嗎？這貼文一出啊，不到1天，瀏覽次已經破了1200萬，在網絡上引爆非常大的熱議。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川普喊出的接管格陵蘭？其實這一回丹麥是非常非常的擔心了，他們覺得事情有可能會真的發生，北極是不是已經進入到戰爭前夕？也會關注到美中俄在這邊的角色。我想川普要格陵蘭應該不是開玩笑的，因為他昨天在飛機上接受訪問啊。記者問他那格陵蘭怎麼看？他說格陵蘭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太重要。對，他說啊，這個丹麥是無力來保障格陵蘭的安全的，這個國家是一個罪兒小邦啊，沒有那個能力。然後他說現在在格陵蘭附近啊，就是俄羅斯跟中國的船只到處都看得到。那我不曉得他有沒有證據啊，就是啊，到處都是中國跟俄羅斯的這個影子啊。所以呢，他說啊。他們這個美國啊，對格陵蘭是他不是開玩笑的。那人家就說，記者就說，那你歐洲人會不會造成你們跟歐洲的這個中間的美國跟歐洲之間的這個爭執啊？因為丹麥是屬於歐盟的國家嘛，那歐洲很多國家也替丹麥講話了。那所以川普說，他說不會，他說其實說真的，歐洲很多國家都希望把格陵蘭交給美國，為了安全的理由。當然就是說，川普我看他也不是開玩笑，因為他川普1.0就曾經講過格陵蘭啦。那這次他捲土重來，他當然格陵蘭，我覺得今天他在委內瑞拉這一場勝局之下哈，他有一點想乘勝追擊。因為我看昨天他在電視在這個飛機上啊，那個談性之足啊，談了1個多小時。然後有一個美女記者在他面前一直問問題，他就一直打，然後那個都是深夜啊，他還是可見他對於他的這個打這個哈，這次馬杜羅哈把他綁回美國啊，他是非常得意的。這種得意之間就很容易啊，
他想乘勝追擊。那其實我自己的看法，我看了格陵蘭從地理上來講的話，真的它是比較靠近北美的，哎，它跟加拿大是連在一起的啊，尤其那個地方到了北極以後啊，那很多地方都是冰封的，對不對？那你跟歐洲，說實話，它跟歐洲是有距離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川普不是門羅主義嗎？我看他這個唐羅主義哈，更進一步啊，可能就變成就是說，他認為這個美洲在地理上應該是把這個格陵蘭一起劃進來了。那格陵蘭當然它現在目前是很難開發了，可是它的土地有216萬平方公里啊。那你要知道，很多這些地球科學家都在講說，其實人類暖化，有些小島會淹沒，有些地方會太熱，有些會有很多極端氣候，可是有些地方是受惠的，受惠的就是俄羅斯的西伯利亞跟將來的格陵蘭，他們可能那個冰層這個可能會將來氣候的變化，他們可能是最適合居住跟開發的地區，所以川普要當凱撒大帝的話，我想他可能要在美國歷史上留名搶一塊這麼大塊土地的話，他可能會自己覺得應該又可以得一個獎章吧。好，川普想要乘勝追擊，看起來拿下格陵蘭已經是必要的，川普勢在必行的這個節奏。那現在川普也特別提到了嘛，還有美國的媒體也特別提到了說中國威脅論。剛剛看到這個科研船，現在是主要用在科學上面，但是在美國的挑釁之下，有沒有可能越界走向軍事備戰？有關於大陸的角色，那包括了中俄聯手在這邊的影響力，現在有沒有可能跟美國真的起衝突？幹哥又怎麼看？其實我說一句實在話哈，中國科研潛艇這個可以潛到冰層底下數千英尺深，這個不是新聞啦，早就已經可以了啦。只不過川普再把它拿出來講一遍，說你看中國潛艇已經跑到格陵蘭下面去了，這很嚴重了，對不對？你們格陵蘭人還不趕快想辦法要謀取自己的利益嘛，對不對？賣給我們美國。我幫你把防衛全部做好，我還幫你開礦，對不對？一舉數得。而且老實講，那丹麥的那個總理跟丹麥的總督尼爾森他就講說，我們是主權獨立，我們屬於丹麥。你現在到底在講你在練什麼瘋話，講什麼瘋話？可是川普不是這樣想，他認為他把那個16世紀的那個阿拉斯加拿來當做跟現在的這個格陵蘭在同一個地位上比較，就是說，當時我們從俄國買了阿拉斯加之後，阿拉斯加現在你看資源開採豐富，而且成為我們北美很重要的一道屏障。那你格陵蘭如果說由我們來控制的話，更可以阻絕俄羅斯和中國勢力。所以這是站在美國的角度去看天下，去看整個世界的戰略前沿的那種布局啊，它看起來很正常，可是所有的國家就覺得很不合理啊。丹麥說我是北約成員國，現在也是同樣是北約成員國的美國要來侵略我們丹麥，那我們要向誰申訴啊？我們是不是投訴無門啊？尤其美國又在聯合國安理會有否決權，那我們到底要向國際法庭或是向誰申訴？你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很荒謬的、非常荒謬的一個，我沒有辦法去想象說，因為要抵抗美國入侵，而自家人在這個聯合國裡面、安理會裡面給打起來，所以這一次還有更妙的一件事情，美國最近批准了什麼？批准了賣給丹麥三架這個我們中華民國日夜夢寐以求的反潛機，叫做 P8海神 Poseidon 海神反潛機，現在是全世界最一流的反潛機，也就是說水底上面跑的什麼東西它都抓得到。這叫做 P8反潛機，那就是從哪裡改過來的？從 P3改過來的。P3就是我們現在現役的我們現在台灣海軍現役12架 P3北極星反潛機。那結果呢？現在更進一步更高一級的叫 P8 海神反潛機，他決定賣3架給丹麥了。奇怪，你不是說你要幫丹麥防衛嗎？你還賣飛機給丹麥幹嘛？而丹麥真的去跟美國買，美國也同意了，就是看不懂，你知道嗎？賣東西、買軍備、買飛機是一回事，對，我要侵略你又是另外一回事，對，你就覺得很諷刺嘛。是，所以
他說：“你說我只有狗拉雪橇，我就跟你買飛機啊，你也賣給我了。這個事情會怎麼發展下去？你覺得那是一出荒謬的鬧劇？而川普，你不要再一直講那些痴人說夢的事情，因為它絕對不會發生。”好，那我們也看看，在川普他喊出說要再次接管格陵蘭之後，確實現在格陵蘭方面還有丹麥也都隨即反擊了。兩位，我們先來看到一個是丹麥的領導人尼爾森，他說夠了。怒嗆哦，他說這個威脅、施壓跟併吞，並不是朋友之間會做的事情。那去年12月，丹麥的情報機構也首次的把美國，這是第一次列為潛在的安全威脅。歐盟國家也表達了不滿。那如剛剛這個幹哥也幫我們特別提到了，丹麥他還再次的跟川普再一次的提醒他說，我們都是北約成員國，接下來如果有任何事情發生，丹麥其實是有權可以援引北大西洋公約第5條的，就是有這個集體防衛的承諾的，防範美國再次有其他的行動。丹麥的這個首相也說，美國如果攻擊，北約將會玩完了。有沒有可能引爆北約自己內部的衝突、導火線，甚至內戰？因為美國而引起，上次哥怎麼看？首先對格陵蘭的這個事情，我基本上是很悲觀的哈。那我是很樂觀，川普會把格陵蘭拿下來。我甚至個人推測，2026年底或2027年有可能就有這樣子的具體動作。為什麼這樣講？川普對格陵蘭，除了上屆來講，他在去年剛當選的時候就已經講了。可你看，丹麥到底做了些什麼？格陵蘭實質做了些什麼？首先，北約跟這個丹麥之間的關係，丹麥相對來說是比較疏離了。雖然丹麥本身的軍力其實在北約當中也有貢獻，表現得還可以，但是對於自己本身這個國家死都沒有想到，也都沒有準備，格陵蘭有可能會被拿走，沒有這個準備。可是當現在川普這樣想，我想他們骨子裡還不相信。所以你沒有看到這1年來積極、非常害怕或可切的準備，所有這些都是喊一喊的外交動作，廢一廢這樣子而已。所以你說真正要防止美國拿，沒有別的，就是只有跟中國跟俄羅斯直接間接有些掛鈎，可是這就是丹麥做不出來的事情，就卡在半空中哈。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首先是說丹麥跟北約之間的關係，而且北約很現實啦，一旦現在川普的主義擴張軍權到這樣的地步。你說整個歐洲北約會直接起來對付美國，還是沒可能給代誌。而且我們現在我一直注意一點，如同剛剛大使所提到，我覺得在這一次這個對委內瑞拉對我最觸動的是什麼？就是看到整個川普在海湖的莊園裡頭，在看整個抓馬杜羅整個過程，他的表情，他非常投入。這是一個他自己出場一個軍事權力當中，他一動念就可以把所有的職權都完成的那個權力慾望的東西，我覺得比關稅戰，比任何他在去年當中所有一切的國際外交的那些狠招來講，我覺得是最刺激權力慾、最容易讓人上癮的東西。所以這個東西會持續下去的。而且格陵蘭現在真的說實在的，在現在所有來看，就是其實有很多歐盟的抗議，對現在此刻上癮的川普來說，就是吠叫的狗，拍一拍或者給點肉。不就結了嗎？這些東西對他來說是什麼壓力？那個部分是不對稱的，這個權力的狀況。而且坦白說，從美國的角度來說，可能唯一的問題就只是地廣人稀而已。就是你雖然說我把格陵蘭攻下來，可是要真正的治理或掌握、開採稀土，可能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要拿下來這件事情，其實相較於現在委內瑞拉來說，更的簡單多了。而且最後要注意，全世界現在都有看到這個趨勢的變動，威權强權的絕對性，它產生的不只是政治意識，像關稅戰這種東西跟金錢，你現在看到是物理跟地理的空間也都開始被掠奪了。对，如果格陵蘭这被我拿去，我覺得也符合趨勢了。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